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2025第一个愿望，别让武侠重生变成狼来了。大年初一，徐克执导，肖战、庄达菲、梁家辉主演的《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将在全国上映。徐克加金庸，至少从牌面上约等于武侠盛世再现。而2025年，不仅电影春节档颇有重振武侠之势，剧集方面也不甘落后，一大波有望在今年播出的武侠剧正摩拳擦掌，蓄势待发。武侠剧低迷日久，佳作难觅。这2年稍有起色，出现了如《少年歌行》《莲花楼》《雪中悍刀行》等优质剧集，但离武侠复苏之日还相去甚远。2025年有希望迎来武侠剧难得的井喷，不仅在作品数量上空前可观，其中还不乏大 IP、大制作以及强大卡司阵容。这些大男主武侠作品几乎聚齐了眼下最当红的顶流男艺人，比如《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的肖战赴山海和《英雄志》的诚意，《暗河传》的龚俊与林玲的杨洋，《水龙吟》的罗云熙，电影《飙人之风》起大漠的于适，这场面绝对是神仙打架，决战紫禁之巅。从 IP 内容来看，这些待播剧更是囊括了金庸、温瑞安、孙晓、滕平、周慕南等一众新老大神的作品，堪称华山论剑。播出效果尚未可知，但光这阵仗就已许久未见。苦等多年的武侠迷们，或许终于要看到这盛世如我所愿了。传统强项卷生卷死。从透出的物料和信息来看，待上线的武侠剧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卷。曾几何时的武侠剧，只要靠着金庸、古龙的优质内容，就算假山、假景也能成为经典。但剧集市场早过了野蛮生长期，武侠剧必须在画面和内容上全面升级，才可能东山再起。这种升级首先体现在视觉效果上。武侠剧的武打动作曾经是他引以为傲的招牌，却随着仙侠玄幻剧的出现越来越不够看。近年来的武侠剧为了破局，动作越来越炫酷，特效越来越震撼。2025年的待播武侠剧更是卷上了新境界，比如《赴山海》中萧秋水在水上以笔未见的华丽剑招，以及《暗河传》中苏沐雨直伞对敌的大场面，都让人目眩神迷，完全不输仙侠玄幻。当然，比起画面的感官刺激，故事内容的宏大精彩、新鲜有趣更为重要。而论故事底子，待播武侠剧也是一个比一个能打。比如杨文军执导，程毅、李一桐主演，改编自台湾作家孙晓同名小说的鸿篇巨制《英雄志》。它展现了土木堡之变的历史风云，描摹了以书生卢云、捕快武定远、将军秦仲海、贵公子杨素官四兄弟为代表，并旁及帝王将相、贩夫走卒的众生相。论世界观的宏大，人性的复杂刻画，这部恢宏壮阔的武侠剧甚至不逊色于历史权谋剧。再如尹涛执导，龚俊、彭小苒主演，构建在少年歌行系列世界观架构上的《暗河传》。这部剧围绕着天下第一杀手组织暗河内部激烈的斗争和尔虞我诈，他所讲述的杀手故事以及塑造出的诡谲江湖，在武侠剧中堪称独特。还有罗云熙、敖子逸、萧舜尧主演，改编自滕平小说《千劫梅》的《水龙吟》。这部莲花楼同款剧讲述的是亦正亦邪的域外高手唐丽慈在陷害之下卷入正邪纷争，探秘13楼、周旋于剑王城、碧落宫、风流殿等多方势力的故事。从已有物料可以窥见，这部剧世界观瑰丽惊艳，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江湖奇观和动人心魄的戏剧张力。纵观这批待播武侠剧，从形式到内容可说是全面升级，让人期待值拉满。武侠也穿越，江湖也女频。
今年待播的武侠剧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式风格越来越新颖。在卷生卷死的剧集市场上，光是画面、内容的原地升级还远远不够。曾经占据题材优势的武侠剧，在诸如仙侠、玄幻、穿越、穿书等新类型的对比下，在类型风格上显得有些陈旧。为了跟上时代，武侠剧也在尝试脑洞清奇的打开方式，以吸引年轻受众。比如，程毅、古力娜扎主演改编自温瑞安神州奇侠系列的《富山海》，就加入了时下最流行的穿书元素。神州奇侠系列是温巨侠的代表作，与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和四大名捕系列齐名，属于精良古温传统武侠序列。神州奇侠原本讲的是大侠萧秋水和权力帮以及唐门的恩怨纠葛，而在富山海中，程毅饰演的并不是萧秋水，而是现代社会的废柴萧明明，穿入神州奇侠的武侠世界，体验一代大侠叱咤江湖的爱恨情仇。穿书元素的加入，不仅让剧集更有代入感，还让传统武侠焕发出了赛博朋克的新鲜感。而在接下来的武侠剧中，不光有男频穿书的英雄梦，还有女频穿书的江湖侠侣梦。比如高伟光、宣璐主演，讲述宅女方怡进入武侠世界，与霸道大侠相爱的《之子江湖梦》，精准打击少女心。穿书和武侠的结合似乎成为了一种新风向，还种类齐全，江湖热血和浪漫爱情任君挑选。这波武侠剧看来是要将年轻观众锁死。除了求新，武侠剧也一直在求变，以期拓宽受众边界。而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女性观众越来越友好，将快意江湖与爱情幻梦相结合。比如吕浩吉执导，周逸然、包尚恩主演，改编自《知否》原著作者关心则乱的武侠爱情剧《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部剧讲述的是腹黑公子与佛系侠女相爱相杀、闯荡江湖的故事，既有武林纷争和江湖群像，也有令人心醉的甜美爱情。再如杨洋、张若楠、方逸伦主演的武侠剧《雨霖铃》，作为正午阳光的首部武侠剧，这部以展昭为主角的剧，不仅品相上乘，还特别适合磕 CP。不论是磕官方的展昭和或玲珑，还是磕传统的猫鼠，都能找到各自的乐趣。从传统设定到花样穿书，从铁血硬汉打打杀杀到少年侠女温情脉脉，武侠剧在不断探索新出路。今年的待播武侠影视作品，不仅加入了时下流行元素，兼顾女性观众，还博采众题材之长，尤为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既有纯正的传统武侠，比如童梦石、毛晓慧主演的新神雕侠侣，也有融合了各种元素的混搭风武侠剧，比如带着浓郁二次元风格的《飙人之风起大漠》，这部袁和平执导，吴京、谢霆锋、李连杰、于适主演，改编自同名漫画的电影，集结了顶级的武术导演和打星，可以说是传统武侠动作与二次元漫画的火星撞地球。还有主打悬疑探案的，比如改编自风动小说《蝙蝠》，讲述热血少年追查江湖血案真相的《夜宴白》，也有将喜剧和武侠完美结合的，则有脱口秀演员徐志胜主演，改编自同名漫画的《侠客行不通》，以及赵本山主演的《雀刀门传奇2》。武侠影视作品为了杀出重围，可以说是博采众长，使出了浑身解数。而武侠剧可以披上仙侠、探案、穿越等各种外衣，但万变不离其宗。武侠之所以为武侠，之所以让人心驰神往，还是因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有为邻的侠义初心。所以，侠义精神的重振，是武侠盛世重建的灵魂所在。而这些待播武侠影视作品，不论是重新包装的传统武侠，还是元素多样的创新武侠，亦或是广义上的泛武侠剧，形式上固然推陈出新，
天花乱坠，内核却越来越回归侠义本心。比如《云香传之将进酒》，接续千门高手云香的传奇，讲述的是云香重出江湖，与好友并肩对抗黑暗势力的故事。穿书的富山海，展现的是大侠萧秋水可歌可泣的行侠仗义。而英雄志的原著小说更是一直以极具金庸风格著称，他所展现的历史沧桑浮沉下的英雄悲歌，极具动人的精神力量。事实上，延续金庸武侠最好的方式，不是反复翻拍金庸剧，而是用全新的故事讲述不变的侠之大者精神。而重现武侠盛世的意义，也不在于追求武侠剧的傲视群雄，而是侠义精神的再度崛起。武侠剧的春天是否真的快到了，还言之尚早，但就这热闹的阵仗，看得出武侠市场的自救是拼尽了全力，无论如何都值得期待。